进来。卢县尉，又有何要问询的？今日无可问询，命案已了结。我来是告诉你，即刻起，你可以随意行动。如果想离开云顶，亦是你的自由了。等一等，命案已了结，凶手何人？是楚兵的游魂杀人。本县尉只缉拿人间凶犯，故而了结。姐姐，阿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是一个嫡宫弟子，姓苏的，他告诉我，只要在这里，就能看见你。出家，去吧，今日就是你们姐妹团聚之日。你上当了。谁是你妹妹？够了够了，我只拿了那么一点点钱，碰上死人已经够晦气的了，这怎么又来了个姐姐？死人？李云死了又不是我杀的。你不是我妹妹，看上去很像，但根本就不是。你是谁？云顶县尉卢凌风亲口对我说，我自由了，去哪儿都可以。卢县尉，你这么快就出尔反尔了？并非出尔反尔，只是此案又有了一些新线索，可能要耽搁您几日。不如先回安远客栈吧，食宿皆由县械出。她不是我妹妹，看上去像，但根本就不是。
给我们个交代吧，到底怎么办？哎呦，各位，冷静，听我说呀，各位冷静，稍安勿躁啊！二位，先别回县县，怎么回事？不知谁走漏了风声，全云顶都知道了开棺的事，说那棺材里没有尸体，是早已化成了鬼魂。那鬼魂可以随意变换形貌，吸走人的精魄，杀人于无形。只要云顶夜市一开，那鬼魂就会去寻找猎物。请各位放心，是有人恶意煽动。是啊，店主们都害怕，说今夜夜市不开了，暂避风头。这些人是来找县令的，让他赶紧请驱鬼降魔的法师，还有做酒生意的、做珠宝生意的大老板，威胁近日之内，若不捉到鬼魂，他们就撤出云顶。还等什么？赶紧去请驱鬼降魔的法师啊！是啊，不然我们的生意怎么做呀？如果再抓不到鬼，我们就撤出云顶。刘县尉，县令命你几夜之内务必勘破此案，否则云顶的繁荣休矣。从人间到志怪，有时候隔着千山万水，有时候就隔着一层纸。此番西行，历经磨难，倒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奇怪的案子。面衣女子虽已身份暴露，但没有任何证据指向她杀人。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这个案子从志怪回到人间。我只能再做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断，那就是这个丑女人根本不存在。若如此，殷阿婆一定说了谎，牡丹亦然。还有那个戴面衣的女子，不管她叫林贝还是楚斌，她的证词无一句可信。还有就是天一布店的女主人沈平、女仆长乐，亦有嫌疑。一共5人，时间紧迫，我们每人认领一个。认领后当如何？恭喜！好了，看完你就可以走了。真的不让我搭搭脉？我又没说要看病，你可以走了。夫人，是不是24个时辰没有睡觉了？在过去的几年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吃着药。没有，那就是被人下在食物中了。关夫人的神色，应该已经知道被人下药了。此药让你头晕目眩，四肢无力，坐立不安，喜怒无常，说话没有气力，走路迈不开腿，吃上药就昏睡不醒，一旦醒来又难以入眠，除非再服此药。你怎么知道？像你这种被人下慢毒坑害的人，费某10几岁就治好过，如今坐堂云顶医馆，姓费名翘，字英俊，别号姬师。听说过。你治好了很多哑挪。我正想着这2天去找你呢。苏明见过楚小姐。我不姓楚，而姓林。我家住在洛阳郊外的北邙山中。听说你是狄公弟子，你恩师的墓离我家不远。我敬重狄公为国为民，每年寒食都会去给他扫墓。如此，我替恩师谢过楚小姐。是林小姐。好
吧，林小姐，你已知我的底细，但我对你却几乎一无所知，只是听闻你杂艺惊绝，能模拟已故之人。我想，若是不能通亡灵的魂魄，怕是也不会学得那么像吧。林小姐能扮楚宾，那一定是了解他，并知晓他的过往，对吗？实不相瞒，苏某很是同情这个女子，尤其是我看到她写给李门的信，字里行间皆是血泪。林小姐，能把楚宾的故事讲给我听吗？哎呀，掌柜的，不就是抄药名吗？我来就行了。哎，我李云念过书，你把钱给我不好吗？何须再请人？请问，是贵铺需要人写字吗？若不是家道中落，楚斌不可能出门替人写字。第一次就是那家药铺，那药铺生意很不好。可自从楚斌帮着抄了药名，生意就好了起来。很多文人墨客去那里抓药，只为看药柜上那清秀的字。楚斌也因此扬名，四处写字。而李云不再去药铺当伙计，为他研墨。楚斌的字我看过，既有魏晋风骨，又自带柔雅气韵，真是了不起啊！李云手巧，冬天亲手为楚斌做棉衣，还绣了一枝梅花。楚斌身子弱，李云就给他炖汤喝。毕竟在药铺当过伙计，也要炖汤，既美味又滋补。后来，两个人私定终身，决定回云顶成亲。可是云顶抄书的活并不多，楚斌就只能劝李云出去找些营生。同窗方炯介绍，李云去云顶最有名的布店做了学徒。不久，楚斌就发现不对劲。你不是说带我回家乡后便娶我，如今为何又与那布店女子纠缠不清？何来纠缠不清？我是在学艺。与那女子出城郊游，也是学艺。你跟踪我？楚斌从没跟踪过，只是李云忘了，方炯是认识楚斌的。那时方炯很痛苦，方家早已提亲，可沈家后悔了，因为李云的才艺之术绝佳，且同意入赘，这样布店就后继有人。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沈平喜欢李云。从明日起，我不会再去沈氏布店了。经过这些事情，我发现我最爱的还是你。你真的不再与那沈平来往了？楚斌，手艺也学得差不多了，我去贵方借贷一些银子，我们一起开个布店，你我一块儿经营，将来定会有好日子过。那一天，是楚斌到云顶后最幸福，也是最悲惨的一天了。李云为他煮了一碗白果茶。来，
这茶好香啊！喝完，保准你的气色能够恢复过来。多谢郎君。喝了那茶不久，楚斌就觉得头晕，李云的表情就变得邪恶。他对楚斌说：“头晕了，那就睡吧。我给你找了个新房子，一会儿就到。你在那儿可以好好睡觉，一直睡。”直到在黑暗中醒来，楚斌才明白，李云说的新房子是一口棺材。世间竟有此等禽兽！林小姐，再逢楚斌魂魄，请替苏某转达。此禽兽当诛！苏无名，听说你协助卢凌风捣毁了云顶仙阶，破获过很多奇案。我知道你今天来，不是听我讲故事的。你能说出刚才的话，我也替楚斌谢谢你。我本来可以把一切都告诉你，为过往做个了结。但你用楚家诱我，实在不该。你承认自己便是楚斌了？楚斌已死，世间只有林贝。若如此，你就是还没有从10年前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李云既负了楚斌，又下毒杀人，这种禽兽有什么权利带走楚斌半条性命？林贝就是半个楚斌。我第一次听你说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便想到了。如今苏明协助云顶县尉探查命案，找寻真凶。你若参与了杀人，不管你叫楚斌还是叫林贝，你都难逃法网。你若没有杀人，即便你就是楚斌，也可以正大光明地走出去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去感受和体味这盛世的繁华。大唐的云顶是大唐天子的，更是大唐儿女的。姑娘，回去吧。我老太婆没本事杀人，盯着我也没用。可我杀过人啊！一个女子行走江湖，若遇歹人，不杀，如何自保？那你如今是怎么到宫廨里去做事的呀？我并非宫廨之人。父亲临死前，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，我只是跟着那个人。也是个苦命的女子。也是。阿婆还见过其他苦命女子？见过。那个比你苦得多呀。哎呀，你看他们怎么这么胡乱干活，你得管呐！那棺材都吓歪了，这是对亡灵的不敬。随便吧，赶紧埋啊！
下雨了就更麻烦了。买完了你再给我烧点纸。那不行，死者是你娘子，这纸你得自己烧。你没看到马上就下雨了吗？那我再多给你点赏钱。你，哎，行了，先躲会儿吧，反正镇主都走了，等雨停了再来。走吧。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活啊？啊！你们不能走啊，不能走！我们烧纸这么多年，从来没碰上过鬼，故而我也不怕鬼。壮着胆子敲开了棺材，却看见了她，一个好美的娘子，在云顶，无亲无故的娘子。是楚斌，他根本没死。你可别套我话，我没说他是楚斌。阿婆，您那时只卖烧纸，没开碧落小站吧？对呀，我猜，客栈是新开的，不超过半年。你怎么猜到的？刚才的2碗药喝下去，我已经好了很多，觉得浑身都是力气。这一天喝3碗行不行？3碗，说少了。你被人下慢性毒药，至少3年了，中毒之身，必下猛药相抵。这碗之后还有3碗，一天6碗，连喝1个月。行。都听神医的。哎，等会儿，烫，晾会儿啊。夫人，是何人对你下药？应该心里有数吧？有数。爹。哎。爹，我给您送饭来了。哎，平儿啊，从明天起给爹送饭的时候，多带1份，要跟爹的一模一样。那给谁吃啊？李云，哎，爹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在这云顶发现了一个裁剪的天才。见过小姐。李云，今天的牛肉好吃吗？不会是小姐亲自做的吧？就是啊。不好吃。在下多有得罪，还请小姐见谅。他永远冷冷的，从不讨好我，可有时又会突然让我觉得，他早已拿我当做最亲近的人。这个不对。我壮着胆子约他去郊游，他却接连拒绝我3次。我暗中打听才知道，他身边有个女人，我伤心得不得了。眼泪落在汤里，可就不好喝了。其实要炖出好喝的汤，还要配一些新鲜的药材与野花。师傅准了我明天的假，一起去郊外采集可好？在郊外，我问他是否要娶那个叫楚冰的女子，
竟哭了。什么？他竟不久于人世？是啊，他曾对我有情，从东都到云顶，我现在怎能忍心扔下他？沈小姐对我一片深情，李某只能辜负了。好重情重义的男人啊！我当即发誓会等他，也就是那个时候，方家来提亲，我断然拒绝。不久，就得到了楚兵的死讯。那之后，李云一直不肯见我，更加让我觉得这个男人值得等待。我不思茶饭，甚至不肯讲话，心里只想着，若此生不能嫁给李云，便去死。我父看出我的心思，竟亲自去求亲，以布店和所有家产做嫁妆，求李云从悲痛中走出，娶我这个可怜的相思女。好一招欲擒故纵啊！所以，沈氏布店就变成现在的天一布店。是啊。啊，不烫了，喝吧。神医的药苦啊，他给我的药膳却都是香甜的。来，夫人，你怎么不喝？这是对女人好的汤，专治虚弱之症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我变得昏昏沉沉的。后来才知道，只要我睡下，他便出去。他裁剪手艺好，常有女人夜里约他去做衣服。哦，卢县尉名门之后，英俊潇洒，纵使大白天来牡丹这儿，牡丹也是心花怒放啊！你忘了对我的承诺。我打听过了，你的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他们视你为掌上明珠。陆县尉为何提我爹娘？你觉得对不起他们？布料要选好，剪裁更重要。你身材这么好，本店主可以为你亲手做。我身材好，我不胖吗？说你胖的人是根本不懂欣赏你的美，他们的话你不必听。真的啊？没2天，样衣就做好了。我穿着肥大，他说是尺寸量的不够准，我就让他量。他量的好细致。那是我的头一回。从那之后，我就像疯了一样爱上他，恨不得每天晚上都与他幽会。虽然我知道他有家室，但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。不久，我发现自己的肚子不对劲儿。我的？你怎么证明啊？不如你先把他生下来吧。若长得真像我便认下。不过沈平是不会允许我纳妾的。哎呀，你还是住外面好了。我并未婚配，不敢把孩子生下来。
只能背着爹娘，求游走江湖的郎中帮忙打掉。可云顶是个小地方，又怎么能瞒得住？我爹被我活活气死了，我娘也动了情，亲戚骂我，邻居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。从此，在大家口中，我变成了坏女人。那我就索性坏下去，反正也不会有人向我提亲。卢县尉，你刚才进我家门时，没被人看见吧？可要小心，别人说闲话。后来，你可又找过李云？找过。我贱，忘不了他，甚至还在深更半夜偷偷摸去布点。主人，放开我，我被夫人看见。夫人睡，你也该陪我睡了。真没想到，他连自家的小女仆都不放过。那年我还很懵懂，主人，是我长乐。哦，长乐呀，你也不小了，该有身像样的衣服了。不用，多谢主人。又说不用，又多谢我，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啊？你长得好看，这身衣服我亲自给你做。我生在官宦人家，因父亲犯了死罪，被打入奴籍。是夫人买下的我，可夫人脾气不好，偶尔打骂，主人却能这样对我，我自是无比感激。主人喜欢泡澡，都是我为他打水。那天，主人需要加热水吗？加。对不起，主人，烫到您了。多大点事？跪什么？起来。衣服合身吗？合身。我怎么觉得有点肥了？你是我的人，衣服合身才是天一布点的招牌。进来，我再帮你好好量量，改到合身为止。我怕死了，怕夫人知道。可她说，夫人睡着是不会醒的。又过了很久，我才意识到，夫人喝的汤一直都是单炖的。你是说，李云一直在对沈平下毒？不知道算不算毒，只是夫人一天比一天虚弱，而且睡下就醒不了。一直在做噩梦，但醒来若不喝汤，就再也无法入睡。主人，我们以后还是不要这样了。为什么不要？我喜欢你。可是夫人……夫人快死了，以后你就是夫人。
夫人的梦，我每夜都等着她召唤，可她还是经常出去。有一次，我壮着胆子跟着。李云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杭州娶我呀？沈平病重，将不久于人世。我落魄时，她嫁给了我，我现在又岂能忍心抛下她？天小姐一片深情，李某只能辜负了。即便令尊派人来杀我，李某亦无悔。女儿，我再也不会逼你了，多久我都等你。我偷听到，那位田小姐是杭州最有钱商人的掌上明珠，他爹已经答应拿全部家产做嫁妆。从今天起，这种药材，每日给夫人多加2片。是。夫人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你要好生伺候。等夫人走了，你就是夫人了。长乐不敢想。你这小女子，福气还在后头呢。自那以后，我发现夫人睡得更沉，醒得更晚，身子更弱。我想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就害死夫人了。所以，你把一切都告诉了沈平，准备和他一起？没有。我看大德对你也挺好的。是，我是个不要脸的，勾搭主人不成就只能勾搭仆人，这犯律法吗？卢凌风，看来你我一样，只能从李门身上突破口供了。不抱什么希望，只是想印证猜测。咱人的烛台在1楼，他手记错了。收起你那玩世不恭的样子，不从实招来，就不怕我断你为凶手吗？好啊，若一定要有人为李云偿命，那就让我来吧。我问完了，该你了。苏某无话可问。卢监尉，县县外仍聚集好几百人，皇甫县令都不能回家，特让我来问问，可查明凶手，或真有鬼魂杀人？何局长，不是，那个，还是劳驾您先回去吧，容这个卢县尉和苏先生再好好想想。罗凌风，你是县尉。苏明，你平时话最多，今日之事，你们俩到底谁张嘴啊？我来说。长乐虽然没有承认，但我猜测，他参与了行动。若我是捕贼官，我不会追究他的罪责。卢凌风，若你判长乐有罪，
我立刻离开云顶，回到长安。我此生不再与你相见。还是我来说吧。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。还是我来说吧。让我再来一次毫无证据的推测。10年前，楚宾得殷阿婆所救，死而复生，心灰意冷，离开云顶。但他并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因为他不想，更无颜见这世上唯一的亲人阿姐楚家。楚家说过，他曾极力反对楚宾和李云回云顶，所以苏无名的推测很有道理。方炯是个商人，走南闯北，在他乡偶遇了楚宾。楚宾，真的是你！等等，你既没死，李云如何不娶？你又怎会流落于此？还有，当年那口棺材难道是空的？你为何要配合李云，欺骗于沈平？方炯得知了10年前的真相，又想到了沈平的近况。昔日情人日渐憔悴，本就让他心伤，而李云在云顶的所作所为，更让他深恶痛绝。方炯的出现，也更燃起了楚宾复仇的信念。阿婆，楚宾，楚宾啊！方炯找到殷阿婆，并出钱让殷阿婆把烧纸铺改为碧落小站。小站开张后，常与男人幽会的牡丹变成了常客。同为受害者的牡丹也因此加入了复仇的阵营。与此同时，长乐不愿继续被李云玩弄，更不愿成为毒害沈平的帮凶，故而他向沈平坦白了一切。沈平找到方炯，昔日的青梅竹马，此时成了他最信任的人。方炯索性让楚宾与沈平见了面。10年前的事儿真相大白，复仇的队伍也集结完毕。方炯有些见识，因听说过利用还魂骗取钱财的所谓杂役，故谋定利用李云好色，以此计杀之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复仇还没有开始就出了意外，那就是刚刚回到云顶的楚宾被李门撞上了。哎，站住！你是人是鬼啊？
李门虽不务正业，但率性天真，更有正义感。李门，你自己选吧。吓唬我？你以为我怕死吗？姓方的，你参与此事，莫非沈平驾驭李云后，仍与你有染？没有。你敢发血誓？若有，我不得好死。那是楚斌以身相许了？放肆！若有，我天打雷劈。那你为何参与此事啊？其言所见，历历在目，男儿热血，我不得不为呀。好一个男儿热血，不得不为，可不算我李门一个。李门的加入，让沈平和长乐有了不在杀人现场的证人。此时万事俱备，方炯便利用斗鸡后饮酒的机会，假装很不意间向李云提到了杂役，并称可以复活楚斌。李云色胆包天，就中了圈套。案发之夜，方炯并未去碧落小站，而是在家设宴，通宵达旦。所有的宾朋都是他无罪的证人。还有，那日在安远客栈的那个徐老板和他的朋友，应该也是方炯雇人假扮的，演那出戏就是为了迷惑卢县尉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绝了！他真的能化身为我表姐，而且正是我16岁那年表姐的模样。多年来，终有一见，虽死无憾呐。那徐老板肯定是再续前缘，圆梦重温了。龌龊！当年我与表姐那是清清白白，那几块银铁你不是白花了？你就说你这点出息，俗！俗不可耐。是啊，我之前一直觉得不对劲，现在想来，就是一切都太凑巧了。至于那个丁大德，因没有参与谋杀，但他知情，所以过度紧张无法入睡，就连夜赶出了喜君的这件衣服。我认同义兄的分析。接下来，案发当日，卢凌风，你勘察现场比较细致，你来说。那封信是楚斌写的，至于信上的内容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那字迹，足以让色令智昏的李云充满了好奇。而后，他喝下了自己为沈平准备的汤，因为慢毒，喝完后使人昏昏欲睡。就你话多。我虽勘察了现场，但仍有很多事情想不明白。比如，李门砸李云的烛台为何会在1楼？现在只能推测出，在那一刻，李门后悔了。毕竟李云是他的堂兄，徐
血脉相连。不用送，不要出这个门。堂兄，你可是要上牢，与女子幽会？你小子猜到了。你这辈子害了多少女人啊？你就不怕女人害你吗？关你屁事啊！你小子穷到1年半载没碰过女人了吧？你长得一表人才，就不能学学我吗？我学你什么？你这个禽兽！我告诉你，想活命就别上楼！你疯了！听我说，李云，不要上楼了，赶紧回家，跪下向沈平道歉，向所有你亏欠过的女人道歉。你有病吧？你才有病！我在救你！你救我！你救我啊！救我！混蛋啊！那个玉桶是专门给李云准备的，在整个上仙坊找不到第2个家庭客栈会有玉桶能直接将水排到楼下。有此玉桶，就能快速将证据销毁。那个推车的老者会在每天同一时间经过后巷，李门算准时间从2楼爬下，就是在给自己找不在场的证明。宿命，再将验尸所得说一遍。在沸腾的石灰水中，人很快就会窒息而死，而石灰水会使脸上的血管收缩，尸体微微泛红，并非青紫色。至于口鼻流出的血，恰好被石灰完全吸收，没了踪迹。而后再把石灰水经过管道排干，再把尸体擦抹干净，就毫无谋杀的迹象，而向突发病症而亡。我想这个李云就是这种死法。几位复仇者的分工就需要猜测了。首先，得有人为李云脱光衣服，放置到浴桶中。
兵并未直接动手，毕竟他被伤得最深，也爱得最深。不然10年前他从棺材里被救出，就会直接去官府告他，但他没有。这10年，楚兵是如何走过来的，不得而知。但是10年后，他最终选择复仇，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自己的遭遇，恐怕他是知道了那其他几位受害女子的经历。根据初步探查，被李云欺骗的女子绝不止这几个。这个李云早就该死，他们干得漂亮。你瞪我做什么？若是我一定用剑划开他的胸膛，看看他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。樱桃，你现在也算是为公谢做事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多少得有点分寸。我才不管呢。那如何结案？对呀，你们俩说了半天，结论是什么？此案无凶。此案无凶。卢县尉高见。我说的是事实，没有一个人的行为直接造成了李云的死。刚才我所言也只是猜测。若李云自己进了芋头，那几名女子并无事先串通，哪怕是在不同的时间内做出了我所推测的事，李云仍然会死，不是吗？卢县尉高见。苏明，我知你巧舌如簧，但恭维我没用，快随我去向皇甫县令交差。哎，不是说有百姓围了县县吗？怎么没人？是啊，按说索隆不会误传消息。此案无凶，怎么可能？罪大恶极的凶犯已经招供了，世上没有鬼，是恶人行凶。刚才在县门口，我已经跟百姓们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了。这会儿夜市已经重开了，云顶的官民正在喝酒庆祝呢。哪来的凶犯招供？黑头啊！你抓来的，身上背着20多条人命呢。但李云并非他杀，他自己都认了，你为什么说他不是呢？黄甫谭，是你严刑逼供，找的替死鬼吧？查案缉凶那是你的事，我为何要严刑逼供啊？是他黑头，只求早死，点名找的我，我去找的他，结果他就招供了。这是供词，他画了呀。不到24个时辰，就破此鬼案，破除鬼魂杀人的谣言。罗兄，你有力大功一件。可这并非本案实情啊！要我说，这就是本案的实情。咱们是不是得去喝点庆祝一下？就去夜市，与民同乐，如何？县令这个主意好，走，喝酒去。苏无名，你怎么跪在这儿？这是洛阳恩师墓的方向。你几时跪在这儿？昨夜喝完酒后，跪了一夜。
归来已是丑时，最多也就归了3个时辰。你为何而归？向恩师谢罪。其实你不必跪了，恩师已经原谅咱们了。恩师说了什么？楚兵被俘，忍恨10年；沈平被骗，几乎丧命；牡丹被欺，民节尽毁；长乐被辱，鲜花零落。这些女子都值得同情，不应该被惩处。可我身为县尉，留此错案，100年后有何脸面见恩师？恩师也说了，为官者最重要的是为民做事有时，对错只在民心。好了，扶我起来吧，快点儿，我起不来了。宋明，我想见见黑头。真是我杀的，我隔段时间不杀人就难受。那天我刚准备离开，就听见隔壁屋里有人在吵架。你明明答应过要娶我的。你听错了，我何时答应？你明明就说过。就凭你的家世，我娶你，你疯了？结果出来一个女子，看着就不大，我那叫一个气呀！我就冲进屋里，将那个叫李云的扔进鱼桶。你在撒谎，李云不是被呛死的。对呀，他当时没死，只不过是晕了而已。这杀人嘛，我黑头什么法子都用过，也想试试新花样。那天我身上揣着石灰。也许黑头杀人才是真相。可是我查了，黑头入狱之后并无与他人串供。既如此，就不要想了，彻底把这个案子忘了，永远忘了。死而复生，
你为何不去状告李云？我孤身一人，又无凭无证，如何能告得赢他？你为何不回家乡找我？当初我不听阿杰劝告，轻信负心人，又有何颜面再见阿杰？这10年，你受苦了。行尸走肉，何苦之有？只是阿杰竟为我学成绝世武艺，这才是要吃尽苦头的呀。阿杰，妹妹当如何报答？说什么傻话？后半生，你不再离开我才好。好，走。看他们的背影，好像2个女侠呀。是啊，愿他们纵横在大唐山水间，再不分开。把这带上。少了点吧。这我不能要。哎，拿着。哎，真不行。你我歃血为盟，便是兄弟。去沙州开动摇是苦差事，若实在干不下去，就来云顶，跟着阿兄做生意。阿兄是永远的阿兄，但你们能养活自己。大唐的天空下，只要心存良善，且舍得卖力气，就一定饿不死。阿兄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就此别过。就此别过。慢走啊，到时候石灰给你送到家里去啊。哎，好。牡丹小娘子，请你喝酒去啊！一边去，我哪有时间喝酒啊？都快忙死我了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那么多人买石灰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牡丹可是正经人，要是不想娶我，谁也别来招惹我。老费让我们去布店干嘛？我哪知道？牡丹娘子，哎，我可听说了，这老费每天都亲自去给那个沈平熬药，一待就待半天，老伤心了。罗凌风、苏无名，你们2个差一点就晚了，快来，跟我一起见证喜事。义父在上，女儿给您磕头。平儿，快请起。今日大喜，我老费破例喝酒，而且要不醉不归，如何？准了。罗县尉，你觉得呢？准。好。
么呢？正是徒儿。哎呦呦呦！不行了，脏啊！半年没有见，你怎么一下子长这么高了？长高了才能和师父探破诡案，诛杀奸邪啊！哪来的少年？好大的口气！你有何本事可以诛杀奸邪啊？你小看我，就是小看我师父。不服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雪环，这是本县旗长。我管他什么长。脚下。卢县尉，你偏袒他！他是我亲师傅，我是他亲徒儿，他不偏袒我，难道偏袒你啊？好小子，这半年不光长了个子，力气也大了不少嘛，还不服锁旗长起来？是。卢县尉，这真是你徒弟啊？那还错得了？我曾随师傅南下探过无数诡案，又在东都协助我师傅力斩天铁雄。行了，别吹了，还没问你呢，不好好在洛阳读书，跑这云顶来干嘛？师傅，需借一步说话。都该干嘛干嘛去。是。卢县尉，黄甫县令，恭喜恭喜，大喜事啊！喜从何来？康国金桃乃天下水果之最，上次进献还是太宗文皇帝之时，如今新天子登基，康国国王为了祝贺，又进献18浆金桃，下月初可抵沙州。这与我有何关系？韩州都督府派人送来公文，说接到了朝廷的旨意，命你卢林峰亲自护送金桃入京。卢兄，这可是你的仕途迎来了大转机呀！这是公文，上面命你即刻启程。护送金桃啊！在崇念寺如何呀？有最好的先生专门教我念书，每日的餐食也都是最好的。我个子长得快，所以每隔2个月，寺主都会做新衣服给我穿。薛欢从小到大，从来没过过这么好的日子。多谢公主，寺里的孩子们都叫您菩萨了。你不必谢我，记着，以后用你的一生去报答卢林峰即可。公主让我来云顶看你过得好不好，还要你写信给她报平安。公主还说，待长安局势稳时，她会找机会让你回去的。现在时机还不成熟。如此说来，让你护送金桃回京，不是公主的旨意？当然不是啊，师父，此行必有凶险，您不能回啊。薛欢，此话欠妥。既非公主，那一定是新天子召你回去，岂能不回？唉，新天子就是以前的太子，很器重我师父的。但是公主关心我师父，也确实真情实意，这点我能感受得到。如今公主和新天子争得厉害，长安、洛阳人人皆知，他们在朝中各有势力，说是水火不容，也不为过。师父这时候回京，岂不是夹在中间，两头难做人啊？薛华，你怎么一下子长得比我都高了？啊，走走走，跟我回屋好好聊聊。我去订最好的酒楼，
接应我们，一罪方休。想什么呢？想我陆凌风没机会征战沙场，却要靠护桃之功回京。回去了又能如何？能让前方的乌云尽散吗？你这是预感到前路有莫测的危险，想推辞不回。我是不想白白浪费光阴，与其陷入这种争斗，不如在云顶的田间地头，为百姓挖一条水渠。能说出这句话，恩师在天有灵也会为你高兴的。只是天子有诏，岂能不回啊？长安始终在我心头，每在梦中折返，为社稷殊死一搏。现在朝廷既有令，韩州都督府也有公文，不能不回。对了，前2天皇甫县令跟我说，想请你苏无名做云顶的侍婢师，我看挺好。将来云顶的商业繁荣，市场秩序，就靠你了。再加上老费的云顶医馆，我陆凌风也算是给云顶留下2大能人。你这甚是悲观啊！既如此，你师兄我又岂能看着你卷入漩涡而不闻不问啊？一个人在云顶偏安享乐，就算为了喜君，我求你留在云顶，好好照顾他，如遇良人。你住嘴！喜君对你一往情深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再说，谁能劝住喜君不跟你回京？那可如何是好？薛环，小薛环，薛环，老费。哎呀，不到1年呢，你这英武之姿，颇有几分你师父的影子啊！有你这样的少年，未来我大唐何惧强敌呀？说得好，这句话说出了我大唐的100年之计，心系天下呀，老费。酒楼订好了，太好了！哎，去沙洲之事你们怎么看啊？我记得在魔家店时，卢凌风曾说，西行是为了带着家属去莫高窟还愿，当时以为是谎称，现在看来是早有预谋啊。敦煌莫高窟自东晋开凿以来，以壁画闻名于天下。咱们这一路西行都到云顶了，卢县尉能不带着喜君去看看莫高窟？此生能去敦煌，确实是我的梦想。卢凌风也不止一次提要带我去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要达成此愿，我真是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就说他肯定会高兴吧。那是，敦煌不仅壁画闻名于天下，也是西域大漠中最亮的那颗明珠。关键是有好酒啊，那比云顶的还好呢。鸡师公，费叔，你不是戒酒了吗？啊，是啊，可我当时是说，我若不把云顶的哑奴都治好，我就再也不喝酒了，是这么说的吧？好像是吧？哎，我听说这哑奴已经痊愈90%，可还剩1成呢。那1成，就我那些徒子徒孙都已经掌握好了治疗方法了。今夏之前，我保证所有的哑奴都如数恢复如初。故此去沙洲，我小酌怡情，大醉抒怀，这可以吧？这个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我6人，明日启程，继续西行，去敦煌。
将作诗：大漠苍茫兮。塞外苍茫兮。主要是我这葫芦里没酒了。你这哪叫诗啊？哎，我倒想起2句来，看你们谁能接下去。行叹荣辉远，坐怜衣带奢。交河浮绝塞，弱水尽流沙。这个我也知道，是骆宾王写的。后面2句是“缕丝徒飘梗，归期未及瓜”。宁知心断绝，夜夜泣胡笳。这是骆宾王的《晚渡天山有怀经意》好诗。我也记得2句：弓弦抱汉乐，马足见胡尘。不求生入塞，唯当死报君。莫高窟，我魂牵梦绕的地方，断崖上开凿了成百上千的洞窟，而毫无塌陷之象，真是奇迹。这些洞窟都是先开出甬道，斜上凿出顶部，然后再转而往下挖，期间还可以用水浸法，这样既安全又好挖，绝不会坍塌。嘿，你这小孩知道的还挺多。你们刚到吧？我给你们讲讲。沙州下辖敦煌、寿昌2县，前面的城池既是沙州的治所，也是敦煌县的治所。敦煌宝地连接西域门户，天下路途交汇于此，故而使者相望于道，商旅不绝于途。这莫高窟啊，是敦煌之魂。对了，300年前有僧人月尊行至于此，见对面三危山是金光万道，有如千佛静坐，于是便在这鸣沙山的断崖上开凿了第1个洞窟。洞窟中有雕塑，皆精美绝伦。而光是壁画就可分为尊像画、故事画、经变画等多种，其中故事画又可分为佛传故事、因缘故事、本生故事以及史记故事。陆王本生、500强盗成佛图以及弥勒经变都是当中的至宝。想听我详细讲解，要不你们掏点钱？这孩子讲得这么好，应该出点钱。来，拿着。不用，这钱我不收。怎么，你嫌少啊？不是，凡遇到外地来客，我都会介绍几句，算是尽地主之谊。接下来你们想听我详细讲解，或是请我带你们去欣赏洞窟，我才要收钱。那你先跟我们说说，你们这儿有什么好吃的、好喝的？水果最有名的是李广杏、城中佳肴、细饼、散汁、冷让、油糕、酥山、抓羊肉、马秦子馍、金沙刀片鸡，样样美味无比。你这一介绍，我都饿了。这回钱可以收了吧？不行，这钱我不能收，我为你们做的太少了。那要不然这样，你带我们去看一个最好的洞窟，如何？哎，那你们可是找对人了，跟我来。走走走走走。
什么需要都可以找我，只要随便找个小孩儿，说找讲敦煌讲的最好的多宝，就能找到我啦。多宝，好听的名字。谢谢。前面大漠中还有一眼泉水，我们都称它为沙井。不过因形似月牙，我偷偷给它起了个名字，叫月牙泉，只是还没叫开。你们进城前还会穿越一片沙丘，在那里可以滑沙，这可是我们这儿特有的民俗。滑沙？没想到敦煌这么好玩。多宝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等等，都给你。不要，这些就够了。那你们慢慢看，我先走了。希望好运能再见到你们。真是我大唐的好少年，嘿嘿。一休，随我来。你看，这幅画倒跟多宝很像。还真是像啊！哈哈哈。可惜不是他，刚才那个孩子，小小年纪就出来讨生活，想必是贫苦家的孩子，他没有资格上壁画。哎，这个男子看着年纪也不小了，却还涂染了指甲。不奇怪，这敦煌是开风尚之先的地方。哎呀，来，你们看啊，看这一排人，这就是供养人，也叫窟主或功德主，就是出资造这佛窟的人。这多宝带咱们来的应该是个家族窟，供养人呢，就是这个家庭的主人、子女，甚至是对这个家庭很重要的仆人。没认错，来者是云顶的卢县尉吧？正是卢凌风。沙州刺史张煌，得知卢县尉奉朝廷之命降临，故每日在城门外恭候。今天是端午节，终于把你给等到了。拜见刺史，祝端午快乐。怎么了？是这样，因为端午节有特殊的意义。刺史打算在本州推广一个新的祝福语，后面几位都听清楚了，以后都得叫端午安康。端午，古来有之，既是祭祀之节，又是百姓宴聚欢愉之日。作为节日，它早已超越它原本所含的意思。而在这一天，百姓互道快乐，有何不可？何须改之？哎呀，不愧是范阳卢氏啊，天子身边效过力的嫡公弟子，说的有道理。端午快乐，端午安康，皆为祝福，确实不必强求。对了，本州长史暂时空缺，司马去瓜州公干去了。这位是司法参军李炽，见过了。刺史酝酿了1年，却被卢县尉一见面就给否了。哎，真不愧是前金吾卫中郎将，前大理寺少卿啊！啊？看来李参军对卢某很是了解，能不了解吗？
前任沙州长史曾为云顶县令，好像因为一个什么小小的云顶仙阶案，就被免了职。你区区一个县尉，竟有这么大能量，也是让李某长见识啊！放肆！卢某哪有那么大的能量？是天子明察秋毫，朝廷也从不纵容污吏。请问刺史，康国使团可到沙州了？还没有，估计尚需7、8日。哎！我说，陆凌风虽然是区的县尉，但他也有他的家眷随从。下边就由我来给你们介绍介绍啊！您请。这位是前大理寺少卿嫡公弟子苏无名。哎呀，久闻大名，见过此事。这位吏部侍郎之女裴喜君，河南郡公褚遂良后人褚英草，见过。薛仁贵薛大将军的重孙薛缓。最后，我就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。费英俊，药王孙思邈先生的徒弟。这几天我们住在哪儿啊？是3日1夜，还是每日1夜呢？这个，你们随意安排啊。好，费老，我已过问，吃住都在千德堂，沙州最好的地方。这还差不多，还不叫人过来牵马？对，快去牵马呀！快去！陆县尉，各位都是我沙州的贵客，请。大家到我这儿来啊！都有啊！大家不要急，不信，快着点，快着点啊！快着点，快！哎，那是在救济灾民吗？也没见着施粥啊。这么大块的牛肉和1整袋的馕，确实不像救济灾民啊。还有布匹，曹公今年给的布比去年多，够给我2个孙子每个人做1套的。是啊。刺史啊，那位长者是？本州首富，做贵方生意的曹仲达，百姓唤为曹公，他也是商社的领袖。那洞窟壁上为首的供养人正是他。何为贵方生意啊？贵方生意就是，可在他那儿存放金银或贵重物品。若想做生意，也可以找他借贷本钱。曹公啊，还是李参军的丈人呢。在下正是曹公的大女婿。还有啊，这不是救济，刺史治下沙州并无灾民，都是我老丈人在给沙州的百姓送礼物。逢年过节，他都会这么做。就刚才的那位老妇人，她的孙子一生下来，恐怕从来都没买过布，都是等着我老丈人送的时候再给孩子做衣服。我听说今天可准备了几千斤的牛肉，上万个馕呢。看面相还真是个大善人。你的老丈人呐，我欲与之结交。就你，我怎么了？哎呀，这千德堂啊，是曹公的私家酒楼。今晚贵客登门，他必会钦陪。到时候我与你介绍便是。张刺史，各位贵客，我家主人还未忙完，有失远迎，请多多包涵。先跟我来吧。好，这是管家丁茂，我老丈人在千德堂请客的时候，都是他来接待。诸位，请。曹公，二位嫡公弟子，吏部侍郎之女，楚公后人，薛大将军的重孙子，这是药王弟子啊！今天千德堂蓬荜生辉呀！是。
见过曹公。哎呦，谢谢。哎，曹公，哎，你这是真性情啊，还是假客气呀？此话怎讲啊？你看你这个女婿，才当一个小小的司法参军，就傲气得很，而你这般行善事、做善人，却如此的谦卑，这让我老费不得不多想啊。张然，此事尚在，你却怠慢贵客，你丢的不是你的脸面，也不是老夫的脸面，是沙洲的脸面。赶紧的向贵客道歉。费先生，在城门外多有得罪，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。老人家，我老吗？该怎么称呼不知道啊，叫费神医呀。理吃口误。张然，药王弟子是真是假，难以查实。更何况，即便是真的药王弟子，也不见得是神医呀。他们在云顶义救哑奴的事儿，你身为司法参军，不知道这事儿吗？你说你这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？我在云顶做的事，曹公都知道了。诸位在云顶的义举早就名扬天下了。你说老夫眼不瞎耳不聋，怎会不知啊？费神医不仅治好了云顶的哑奴，还将救治之法以及珍贵药方无偿相授。你说说，这等功德就应该画在石窟里，永世流传。哎呀，这此时啊，今日晚宴，曹某想请费神医上座，意下如何？全听曹公的。这怎么好意思？张此士，请。哟，您是主家，您先请啊。您代表的是州县，我不过就是个商人，怎敢在您面前敬酒？我做了这主座，已经诚惶诚恐了，别难为我了。快！大唐天下，敦煌圣地，今有曹公东道为主，又逢端午美日，各位贵客，我们共饮此杯。请贵客品尝刀片鸡。大家请。我老费平生最爱吃鸡，还得了个鸡师的混号，可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鸡呀！哎呦，这是不是这调料有点辣呀？不妨大家多吃，下一道美食是专门解辣的。来，大家请。此为何物啊？又甜又冰，实在是好东西啊！这叫苏山，若是在盛夏时候吃啊，当更为美味。之前从未吃过这样的美食，如县尉没吃过，并不奇怪。没有曹公，就没有这道美食啊！张此士夸张了，曹公何须客气啊！这个苏山呢，原是一个小摊贩首创，可惜刚做出来的时候无人问津，没有生意，还亏光了本钱，又赶上父母双亡，没钱下葬，这个商贩呢，就想卖身为奴，以葬双亲。
就在这个时候，曹公让贵方借钱给他，而且不要利息。这沙洲啊，确实炎热。我只是希望这道美食能让所有来沙洲的人感受到一丝清凉。哦，对了，做这道美食的小贩，嘿，现在已经变成大老板了。哎，丁茂啊，哎，何老板来了吗？来了。拜见张刺史，拜见曹公。哎，拜见诸位贵客。小的何可可制作苏山为生，今日做的不知是否合大家的口味啊？好吃。何老板，这苏山的味道确实好，若能在长安卖，一定能名扬天下。哎，如果何老板有这个想法，我可以帮忙找地方，在长安最繁华的街道上开个分店，如何？去长安开分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我正有此意啊！曹公，若是您一直在，一直照顾小的，也许我们的苏山真的能卖到长安啊！曹公。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啊，客人还都在这儿坐着呢，赶紧的起来，好好的回去做生意啊！明日一早再来给曹公拜寿。曹公，刚才听这个何老板说明日要给您拜寿，是，过了今夜。老夫就60了。哎呀，那我等就提前祝曹公生辰快乐。哎，其实啊，这生日提不提也罢，明天既是老夫的生日，也是老夫走向死亡之日。曹公，我看您面色红润，精神矍铄，怎么可能明日就……就是啊，曹公有什么病跟我说，要是我老肺还治不好，我永远不望成神医。曹公有何难言之隐？没人救得了曹公。谁让你说话了？你还是曹公的女婿，居然说出这种话来！你知道什么瞎叫唤？曹公，费神医，别发这么大的火。这李赤啊说的也对。大家听说过花甲葬吗？莫非您的家族就有这传统？说明，何为花甲葬？花甲葬说的是老人过了60整寿，就要自己走进提前建好的坟墓。这个习俗诞生于生存艰难的远古，后来在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乱世，花甲老人为了让子孙们能活下去，也会自愿或被迫的走进墓中。这苏先生所说的是瓦罐坟或祭祀教，就是没封住封口的坟墓。这老人进去以后啊，子孙隔一天送一顿食，同时呢还得带一块砖，出来的时候把这块砖呢得砌在墓口，直到把这个墓封死为止。我家族在沙州传统早已有所改变。明天老夫要去的是事先已经挖好的洞窟。可现在是盛世，为何还要遵循这样的家族传统？所谓传统，和盛世与否无关。身为曹家人，必走此路。如此泯灭人性的民俗，不是传统，不妨摒弃。李赤，你身为司法参军，
难道也要眼睁睁地看着你老丈人在60大寿之日走上绝路吗？我不是没有提出过反对，这家族都市会的人不答应。都市会，这是曹氏家族专门负责都市花甲葬的人。张刺史，卢县尉，这是我们曹氏家族内部的事务，和刺史无关。更何况老夫主意已定，不会背叛祖宗的。老夫信佛，进入洞窟后，不饮不食，清心诵经，往生净土。你想想，这何不是一种对生死的超脱之举呀？其乐，外人不可知。哎呦，一提花甲葬，又扫了大家的兴。时光荏苒，如白驹过隙，更如兰亭所言：“相之所欣，俯仰之间，亦为沉寂。”古人云：“死生以大矣，岂不痛哉？只是欢愉仍在。亦如今夜，高朋满座，明月在天。人生至此，夫复何求啊？”来，老夫敬各位一杯。曹公，今日一见，便是知己。刚刚在门口见你施舍百姓，真乃大善人也。方才席间一席话，令费某感佩至深。我已把你当成我的知己，不曾想这相逢即是永别。曹公啊！有刺客！抓刺客！让他跑了。刺客，乾德堂居然来了刺客！对不住，对不住，让大家受惊了。老费喝醉了，是您亲自把他扶到楼上的正房休息。那间正房，老夫经常在那间房里睡觉啊。嗨，只要是在乾德堂喝多了，老夫就在那儿休息。回去晚了，怕打扰家人和下人。如此说来，刺客是冲着曹公来的。哎呦，
有老夫这辈子没得罪什么人呢。曹公可是沙州首富，又将面临花甲葬，那么必会涉及家产分配之事吧？你是说我的家人，他们要害我？我只是猜测，没准那刺客是奔着我们俩来的。这个刺客武艺平平，跟之前那些针对你和卢凌风的差远了。没错，不但武艺差，胆量也稀松啊！见我醒过来，他吓得手里的弯刀都差点掉地上了。弯刀？谁呀？谁呀？爹。李赤在家吗？不是和您一起在千德堂陪客人吗？没回来啊？可千万别骗爹。爹，我是您的第一个孩子，从小，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，您让我嫁给谁我就嫁给谁。我什么时候骗过您？不在就不在嘛，怎么还哭上了？行了，老夫到别的地方去寻他。爹，他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？那为父得先找着人，找到人审了才知。行人下骆驼出场。瘸腿的。你喊谁啊？我喊的就是你。李参军，滚！还真是你，昨夜本姑娘的袖剑可受用。姓费的，你一副叫花子模样，却号称神医，一再对本参军不公。我李赤也是刚烈之人，醉酒后就有了杀人报复的冲动。好在我及时制止了自己。嘿，你撒谎！昨日我睡在曹公房间，你是欲屠曹公，然后看到床上是我，你才改的主意，是不是？你说你刺杀曹公，是不是就图他的家产？你，大人，您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是因为您马上就花甲葬了，小婿万般不舍，本来心里就抑郁，这个费进士又一再和我过不去，我确实是喝醉了，才想教训他，可是真下手的时候，酒一下就醒了，我后悔不已，我后悔不已。为了家产刺杀老丈人，我觉得费神医分析的很有道理。你若真的是被冤枉的，早就破口大骂了，不会耐心为自己辩解。
说我刺杀丈人，你有何证据？卢凌风，我听说你也是破过些案子的，该不会都是靠猜测吧？就是凭猜测定你的罪，又如何？胡闹！没有证据，仅靠猜测，怎能定罪？苏某道士甚是同情和理解李参军，换做我，给人家当上门女婿，到了分家产的时候，就给人家分这么一点点，我也不干。对啊，外人都看得出他做的不公平啊！现在还是猜测吗？你的供词，刺史听到了。丈人，我一时糊涂啊！老夫只问你一件事：曹寅知道你谋害老夫吗？说话！爹，他怎么了？我是说，李赤是不是做了对不起爹的事？那为父得先找着人，找到人审了才知。审我是司法参军，在沙州，只有我李赤审别人。你这腿是怎么伤的？别问了，你对我爹做了什么？快陪孩子睡觉去吧。李赤，阿玉，你要是想让我的血溅你一身，你就继续敷衍我。阿姨，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和赛赛啊。曹寅孝顺，他骗您说我不在家，是怕我跟您拼命。他知道我李赤的弯刀也杀过人的。你竟做出这样的事来，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阿姨，你不能犯傻，你好好想想，就算是为了赛赛，你也不能犯傻。来，我帮你抱上。还不快走！走？我去哪儿啊？离开沙州，躲到哪里去都行。我是朝廷命官，我怎么能擅离职守啊？你还知道自己是官员啊？身为司法参军，刺杀丈人，该当何罪？你赶紧想法子出城，过个7、8天，把伤养好了再回来。那个时候，我爹已经入库归西，姓卢的县尉也已经离开沙州。若有人问，就说你今夜心生郁闷，骑马出城，结果马失前蹄，滚落山崖，受了伤回不来。到时也不会有人追究你。高明，这个主意好。还是我娘子最疼我。呸！你欲刺杀我爹，我恨不得将你千刀万剐。只是我爹马上就要花甲葬了，你若再惩奸下囚，让我和赛赛怎么活？那就是说，你谋杀老夫，阿银并不知情。大人，我错了，您就放过我吧。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啊！下辈子继续害我是吗？小婿不是这个意思，我说下辈子我还给您做女婿。闭嘴！你不再是我女婿。张刺史，此贼就该严惩。
曹仲达！我是朝廷命官，并未杀人。你一个商人，凭什么要求严惩于我？作为曹家的上门女婿，我还让赛赛姓了曹，凭什么我们一家三口只得这一成家产？一成家产，我不服！等等，老夫的遗书还没有公布呢，你怎么会知道内容？是丁茂对吧？你的管家对你并不忠诚，亏你还让他做你曹家窟的供养人，我就用了5块银挺。主人，丁茂来得正好，老夫如此信任你，你却做李赤的帮凶，是不是想害死我，再篡改遗嘱，图谋我的家产呢？我没有，我只是一时起了贪念，收了他的钱，把遗嘱的内容告诉了他。可是我没想到，他身为司法参军，竟然想要害死主人呐！遗嘱放你那儿，你偷着先看，这就是大罪。我有罪，我有罪。可是主人，我来是想告诉你，家中不人来报，小郎君他死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是真的，小郎君他被人害死了。